洗手卡，来呀。醒过吗？还没醒。汉斯教授说了，老板就是太累了，需要休息。西周哥哥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医生都说了会没事的。老板，要不要喝点水？我想吃什么东西？不想。你终于醒了，你不醒谁跟我斗嘴啊？怎么样？感觉好些了吧？哥，我没事。楚秋呢？啊？他没什么事儿。跟傅云山一起被救出来那个女生是谁啊？是那个，我先给老板倒点水去啊。你没事吧？行啊。你这身体素质也够差的，居然睡了这么久。原来是嘲笑。那怎么会？毕竟呢，咱们是一起分享过一块糖的人，对吧？你不提醒我，我都忘了。要不是你抢了我最后一口口粮，我怎么可能会晕呢？不对啊，你不会全都给忘了吧？我是抢了你一口口粮，那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因为太饿晕倒了呀。睡着了。你睡了你还说话？我愿意。你没完啊，朱九。你出去吧，你在这我睡不着。你走吧，出去，出去，你出去。出。傅云山，你大晚上的在这儿干嘛呢？问你呢。还等什么呀？还不快出去！你赶紧出去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了。顾冉冉，关门。
这亲一下就失忆，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？确实优秀。这么精神啊？看起来没什么事吧，哥？好好休息2天，指示你到了，我们就走。这么快就走了？你都来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舍不得走啊？那倒也没有。只不过呢，汉斯教授要在这里设立一个临时诊所，部落里的人手又不够，我想留下来帮个忙。我看你不想走的原因不止这一个吧？哥，发现啊，自从你和这个顾软软待久了，你不仅变得八卦了，是不是也被传染了？你走了这么久，研发部群龙无首，该回去了。这个我知道。可是呢，我有件事情还没有办完，但是我左思右想，还是觉得哥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你是说，职务开采权？这事我帮不了你，临门一脚，你自己提，回去可以当着那帮董事扬眉吐气。别哥，你知道我最讨厌那些商务谈判了，董事会怎么看我根本就不在意，反正我不管了，职务开采权的事儿，我就靠你了。你怎么总是这样？哎，头疼，头晕开始了。最近水土不服，我也受不了刺激。头疼啊？水土不服啊？水土不服。屁股疼不疼啊？那不疼。哥，拜托了。好吧，我下午去找组长。我哥最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已经给家里面报过平安了，你还是自己打一个电话，爷爷很担心你。放心吧，哥。OK。哎，小心地滑啊！哎，哥。啊。老板，吃点吧，你再累也得吃点啊。怎么都在这儿呀？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根本没法开展工作。这里常年缺医少药，族人们一听是免费看病，一窝蜂全来了。教授，不如做一些号码牌，到时候我们按顺序就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安先生，麻烦你回去统计人数，把号码牌做好，然后送给这些族人。没问题。那我们2人一组，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好的，行行，那我跟曾哥一组。曾哥，行，走。这个土豆饼很好吃的，里面有很多植物，好好尝尝吧。
你这在上海吃香的喝辣的不好吗？为了追我哥，你可真是下了血本啊！我给西周哥哥送去。哼，我给西周哥哥送去。哼。你没事，妈妈就放心了。哎，芝芝来了，我正跟云深说到你呢。云深，你跟芝芝说，哎，喂，突然断线了。没关系，可能是信号不好。伯母，您今天感觉身体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没什么事儿了。芝芝，这几天多亏你了。刚才云深还说让我替他谢谢你呢。芝芝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够主动。其实女孩子主动一些也没什么的，你学学人家软软。我知道了，伯母，您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了。我先去忙了，您好好休息。好。喂，哎，等一下。喂，李珍，啊，我是想问你一下丹敏的情况。她好多了，胃口也不错，中午还喝了大碗粥。那帮我注意一下她的腿部，千万别感染了。好的，我知道。辛苦了。在这吃的不习惯吧？吃点这个，补充一下体力。谢谢啊，但我不爱吃甜的。终于派发完了，希望他们会按照顺序好好就诊。别担心，明天我跟陈乐一块去现场，小心啊！啊，行，你走吧。再见。可以吗？嘿。小心啊！你也小心啊！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不行啊，有个学术问题想和你讨论一下啊。什么问题？低血糖会导致人生意吗？没有吧？走。我跨不过去，你先吧。你跨不过去，我就跨得过去了。你快走吧。哎，我，哎，没事吧？你这是学术交流的态度吗？一说这个问题你就转移话题了，还脸红，害羞了？傅云深，既然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话，那我可不可以也请教你一个问题？可以啊。周芝芝是谁呀？慢点。想好了再说，不着急。软软行啊，又是你。我来了啊，等等我。喂，副总，谢总有一位非常喜欢的艺术家，名叫季风和。不过他的作品很少公开售卖，他委托了很多买手都没有买到。你想想办法。我都试过了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不过很巧，他和您的画廊有过合作，顾小姐是负责他的策展人。您可以问问顾小姐，看她是否愿意帮忙。软软。是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你跟猪就什么关系？怎么认识的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傅云深，你给我配合点。顾软软，找你的西周哥哥去玩。傅云深，你开门，给我出来！傅云深，软软，西周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又折断云深啊？芝芝拜托我盯着他的，我不能不管啊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想找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找我帮忙，那也太难得了吧？你快说，什么忙我都帮你。你是不是认识一个艺术家叫季风和？认识，我朋友啊。你记得上次那7个纸团吗？就是他的。印象深刻。你要找他？我想买他的一个艺术品。这简单，我帮你。谢谢。西周哥哥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那你早点休息啊，我接着审他去。傅云深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可以了，抱走了没有问题。拜拜，小朋友。好嘞，点摇椅，接住吧。第二笔，点喵喵倒杯吧。哎，曾哥，我这边有一个患者，还需要看一下。朱医生也给我看看呗。这是什么呀？我的号码牌啊。晚上记得来找我。真无聊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，说出来让我也开心开心呗。你已经够开心了。哎，顾专员，你不去找我闺女来这干什么呀？我来替芝芝监视你啊！你少给我扣帽子，我一直以来把芝芝不当面人。还有，以后你不许再胡说八道。快走。就不走。教授，我明天想过来拍点照片，会打扰你们吗？当然不会，非常欢迎。谢谢。顾软软，你真的是来者不善啊！善者不来。嗨。找的地方倒够高的，小心点啊！这衣服还挺好看。周医生，看你这样子恢复的也挺好。恢复的不错。找我什么事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想继续和你学术讨论，顺便呢，帮你恢复一下记忆啊。休息时间不谈学术。哎，教授，你怎么来了？想起来了吗？要是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情节还原。不用了，能想起来。助教，我就知道你装晕。怎么，又害羞了？傅云深，既然是学术讨论的话，也要有来有往嘛。那请问您想起了周芝芝是哪位吗？好奇心这么重啊！你吃醋了？回答不直接，心虚。君子坦荡荡，我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呀。是吗？那你可要好好想想，看看我听到的版本和你说的能不能对得上号。当然是以我的版本为主了。这个顾冉冉一天到晚就喜欢胡说八道。我们家跟周家是世交，而且我妈跟那些大人无聊，从小给我定的什么娃娃亲，但是我一直呢只把芝芝和软软
当妹妹。哦，原来是青梅竹马。主教，看来顾冉冉是没跟你说什么。主教，我要跟我哥回国了，出来很多天了，公司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好。那你有什么心里话想对我说的吗？陆云山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那你可要抓住机会了，不然我马上就得走了。你记不记得我们那天在露天市场，你借了我200块钱，利息没还？啊？双倍的。不用找了，没完了是吧？你真爱就是个浅川。周医生。西周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儿啊？虽然不是第一次见，但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啊。说事儿。季老师的作品我帮你搞定了，你让陈欢姐明天去他工作室拿就行了。有什么条件吗？没有啊，放心吧，季老师说了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会给你友情价的。谢谢你，冉冉。西周哥哥，你就光说个谢谢啊，都没有什么奖励的嘛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。好吧，很晚了，回去睡吧。听话。那我走了。你再不走，我就要换衣服了。真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和那个组长谈的怎么样了？他说草药开发权得找当地政府谈。那挺好的。那你就得赶紧去找人了呀，反正都来了，谈了再回去呗。你给我安排行程到什么情况啊？跟我一起去啊？不，那是你的舞台，我的那个战场呢是在实验室。哦，对了，哥，我找的那个植物数量有限，你回头和他们谈的时候，你可以去问问，后续有没有大规模种植的可能性。好，我尽快处理。公司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不是很好看，爷爷跟股东都等着我们这边的好消息呢。明白。
我觉得你这张照片已经完全体现了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，我觉得你拍的蛮好。啊，其实啊，哦，我看一下。阿哥，你说，安先生，你跟这位女士说，不要担心啊，这个是能治好的。喝点水吧。听说你今天被吓到了？我可没被吓到啊。你不用担心，那种皮肤综合征其实很常见的。可是他还那么小，你没看到长得满脖子都是？是看起来挺吓人的。不过这种病呢，好发于儿童，成年人很难得的，并且用药5到7天之后就会痊愈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它不会留疤，也不会对未来的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。真的还好有你们在这儿啊。是啊，还好有我们在。但是在更偏远的地区，如果得不到好的救治，死亡率还是挺高的。我这什么忙也帮不上，还很辛勤的每天到处拍照。软软，其实我觉得你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。你看，你拍照片，等到回国以后，再把照片分享给所有人，这样等到大家看到这些照片，就会关注到这里，关注到这些孩子们。对啊，我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调查免疫力系统的疾病。你的话，要不然你明天就多去拍一些这里的生活照片吧。好啊，我就是做策展的，回头啊，我可以给孩子们办个摄影展，搞不好还可以募捐到一些钱呢。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心目中，摄影师虽然不能医病救人，但是他可以用照片感化很多人。软软，我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。还要谢谢你的提醒啊。对了，你看我今天拍的，你真的很有天赋。朱医生，谢谢你今天能来安慰我，但我还是不能喜欢你，因为我是周芝芝的好朋友。汉斯教授，汉斯叔叔，怎么样了？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那就好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2个实验室的结果都出来了，婆度提取物对病毒确实有效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我们要进一步研究，力争尽早合成抗病毒药物。不过你们寻找那个植物量实在是太少了，根本不能同时满足我跟傅先生的需求。叔叔，你放心，调研的时候云深一直在我身边，这里的情况他非常了解，他一定会把孩子们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。是吗？那就太好了。那我去找他谈谈。好，辛苦你了。走了。收拾的这么快啊？找我来做什么呀？怎么没事就不能找你？坐，一起烤烤火吧。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说。汉斯叔叔说，他把患病孩子的血样和婆度的提取液送到了实验室，今天出结果了。
我们猜的没错，这些孩子有救了。主角，你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吗？那我当然知道了，所以我这不是来拜托你吗？你能不能把药让给教授？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多可怜呢。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出的。我哥这几天一直在和组长在谈开采权的事。开采权？你的意思是你们要独占这些植物？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他。你们拿走那些植物，孩子们怎么办？我可以从公司给他们申请额外的医疗资助。资助？你觉得他们需要的是钱吗？他们需要的是这些救命的药。主角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不要混淆概念。在医学上，发现一个研究方向是一回事，能做出治病救人的药物又是另一回事。就算我把职务让出来，交给汉斯教授，那他研发新的药物，你知道需要多久吗？3年、5年、8年、10年。到那个时候，最后知道你想说什么？这孩子早就死了，对吗？不要曲解我的意思。那我说的每一个字，又怎么曲解你的意思？主角，我有自己的任务和责任，整个公司和团队都在等，靠近我可以拿到破脱，也是要治病救人。是，我明白你也在做药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？这或许是这些孩子唯一的机会。医学上有一个叫紧急优先。傅云深，能不能帮帮他？明白。志强，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？我能，我能明白你的立场，但让我直接放弃这一切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没有办法假装我没有来过这儿，没有做过调研，假装不知道这些孩子还有活下去的可能。